这是一张真实的照片，地点你猜在哪儿？答案是塔克拉玛干沙漠。你没有看错，就在这片号称死亡之海的中国最大沙漠中，竟有一条大河硬生生地劈开了一条水路，凡它所到之处，再无黄沙，尽是绿洲。这就是新疆塔里木河，中国最长的内流河。和世界上绝大多数河流不同，它永远无法汇入海洋。但作为一条彻底的沙漠之河，它的全长依然超过了淮河，甚至珠江，是1200万人的母亲河。如此传奇的一条大河，到底经历了什么？那是一场真实发生的沙漠对决，目的只有一个：逆天改命。只不过这场战役是一个天崩开局。远一点看，塔里木河位于亚洲内陆腹地，距离任何一片大洋都有1500公里以上，水汽抵达难。近一点看，塔里木盆地又是3面环山，水汽进入更难。年均117毫米就是塔里木河拥有的全部降水补给，不过是长江流域的1/10，全国平均的1/6。雪上加霜的是，大部分地区的蒸发能力又高达2000毫米，这对一条河流而言更是难上加难。如果孤立无援，这样一条河根本没有一战之力。但所幸在千里之外，有真神降临。他们是帕米尔高原上人称冰川之父的穆什塔格峰，是天山山脉中以主峰托木尔峰为中心四散奔流的冰川群，也是昆仑山脉中覆盖上百平方公里的古里亚冰川一望无际。实际上，塔里木河流域内的高山冰川占到全国冰川总量的近一半，它们沉默不语，整装待发。每逢夏季来临，炽热的阳光吹响冲锋的号角，冰雪便加速融化，再加上山中的暴雨，汇聚成144条大小河流，以千军万马之势，从南北西3个方向冲出群山，冲向最干旱的沙漠腹地，在短短4个月内支援了全年7到8成的地表水量。然而，千里驰援的征途注定艰难而悲壮，绝大部分河流都未能抵达终点。他们离开山脉后，还是没能扛住沙漠中剧烈的蒸发和下渗，大多数出师未捷，消亡在半途中。最终，也只有叶尔羌河、阿克苏河、和田河这3路最强大的援军，在大漠之中千里奔袭，直到新疆的阿拉尔市成功会师，并从这里开始成为塔里木河的干流。也是从这里开始，他将带着千里之外高山冰雪的所有期待，踏上更加孤独的征程，以一己之力迎战他宿命中的对手塔克拉玛干。没有援军，那就让自己更强大。塔里木河发现，尽管环境极其恶劣，但它所到之处仍有一种高大挺拔的乔木，能绝处逢生，人们称之为胡杨。胡杨天生就是对抗干旱的王者，它们特殊的根系不仅可以向下深扎20米，还能在水平方向上连成一体，延伸数10米。只要母猪的根系获得水源，其他的胡杨同样可以正常生长。因此，只要河水蔓延得足够广阔，就能创造更多生机。正巧在沙漠地带，河床和沿岸的泥沙较为松软，极易冲刷，河道便可借此剧烈摆动，极尽曲折盘桓。而在某些极致弯曲的河段，拐弯处不断受到水流冲击，直到被某次洪水踩弯曲之，最终原本的河道被废弃，形成了一片形似牛轭的水域，称为牛轭湖。更巧的是，夏季吹响了冲锋号，带来了汹涌的洪水，水流借势冲出河道，四处漫溢，甚至让河流改道。这样一来，更大面积的沙漠得到了水源的滋养，流水聚集在低洼处，便可以孕育出小型的湖泊和湿地。而当流水渗入地下，又能补给地下水，最终在这片生命禁区里，竟诞生了一首生命之歌。
今天的塔里木河流域保留着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天然胡杨林，加上河边的芦苇、河岸远处的红柳、梭梭等，两岸10几公里宽的区域形成了一条绿色走廊。所以，哪怕在行星尺度上，你也能一眼找到塔里木河的位置。它和一众支流形成的绿洲一起，不仅没有被世界第2大流动沙漠包围，反倒成了包围沙漠的绿色长城。也正是这些绿洲，为人们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家园。在古代，它们是龟兹、姑墨、疏勒、莎车、于田等煊赫一时的西域36国，它们前后串联，便是丝绸之路。而在现代，它们也是阿克苏的苹果、库尔勒的香梨、和田的大枣，是中国的棉花、小麦、辣椒种植的超级基地。它们前后串联，同样形成了一条连接欧亚大陆的纽带，也让塔里木河形成了一条民族文化的长河。然而，塔里木河的战斗并没有结束，随着流域人口的增长，用水需求也迅速增加，加上粗放的用水方式，逐渐让河流水量不堪重负。到20世纪70年代，塔里木河下游数百公里开始断流，这一断就是30年。河流之力退却，沙漠大军便卷土重来。到21世纪，塔里木河两岸的胡杨林已经锐减1半以上，两岸绿洲濒临崩溃。遗憾的是，曾经战胜了干旱、荒芜和隔绝的塔里木河，此时却有些束手无策。气候条件的限制决定了它有限的水量，尽管流域面积达到长江的1半以上，年径流量也只有长江的1/2，塔里木河已经尽力了，它需要新的战友。2022年6月16日，中国建成了世界上第1条环绕沙漠的铁路。而如果你从若羌出发，沿着铁路一路前行，不久后就会从茫茫沙漠穿越到另一个世界。这里是台特玛湖，也是塔里木河的终点。是的，塔里木河用最后的力量化作了这片美丽的水域。而这是今天的罗布泊，一个声名赫赫的死亡地带。你能想象吗？就在20多年前，台特玛湖也变成了这个模样。在当时，塔里木河的水量已捉襟见肘，通往下游的水闸尘封了整整30年。想要让台特玛湖甚至整个下游河道重现生机，人们必须寻找新的水源。于是，自2000年起，开都孔雀河和叶尔羌河、阿克苏河、和田河一起翻山越岭而来，将塔里木河下游进行生态输水。但这只能解燃眉之急，毕竟塔里木河面对的是缺水，极度缺水。人们还必须想方设法节水，拼命节水。在上游山区地带，一座座大坝拔地而起，比如这座镇守在叶尔羌河上的阿尔塔什水利枢纽，就能以164.8米的坝高拦截超过20亿立方米的河水，人称新疆的3峡，从此结束了叶尔羌河的1000年水患。它和和田河上的乌鲁瓦提、阿克苏河上的大石峡以及众多支流峡谷中的大坝一起，不仅能防洪，还能将多余的水量存蓄起来，以备灌溉之需。而相较于平原水库，这些山区水库更少的蒸发，更少的渗漏，也能更大程度地节约珍贵的水源。而这只是开始，接下来凡是有水经过的地方都暗藏玄机。为了节约，所有引水闸门都实现了自动化，从而精准地控制进入每条灌渠的水量。为了节约，所有输水渠道都经过防渗改造，减少输水过程中的损耗。为了节约，在田野中传统的大水漫灌被滴灌、喷灌等节水技术替代，每年可节约1/3以上的灌溉水量。最终，整个流域就像从上到下都穿上了铠甲，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节水系统。就这样，自然之力联合人类之力，为塔里木河带来了新生。截至2023年底，塔里木河下游累计获得了近100亿立方米的生态补水，大约是60个天山天池的水量。除了极度干旱的1年，至今从未失约。曾经干涸了30年的河床，不仅重获新生，更成为了独一无二的沙漠奇观。
而保障生态用水的同时，南疆地区的农田面积还在数十年里翻了一番。就在2023年，全国新增的粮食产量中，就有1/3来自新疆。这个中国最干旱的省份，成为了大西北的新粮仓。节约出的水量，同样为工业和城市的发展留出了更大的空间。在库尔勒市、喀什市、阿克苏市，这些被沙漠环抱的绿洲城市，如今组成了新的环塔里木经济带。塔里木河流域的 GDP 总量也在10年间翻了一番，占据着新疆经济的半壁江山。所以这场沙漠之战，塔里木河赢了吗？或许他并不在乎。其实，在这个故事中，真正逆天改命的是我们。假如没有塔里木河，没有一代代人的努力，这片土地就不会有流水地大，不会诞生这条绿色长廊，不会成为千万人的家园，亚欧大陆的文明也就不会如此紧密的相连，中国也将彻底失去一片充满潜力的粮仓。是他告诉我们，不是每条河流都需要注入海洋，即便在如此荒凉的塔克拉玛干，也能开出灿烂的生命之花。而人类要做的，就是让它在这里继续生长，继续流淌。